我现在手里的是索尼刚刚发布的 Xperia One Mark 5。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聊这款手机。索尼连续5代旗舰啊，外观几乎没有改变。对于现在用各种新鲜元素刺激用户的安卓市场，简直不敢想象啊！在索尼设计师眼里，这个设计可能就是完美形态吧。细节上有一些小调整，边框增加竖向条纹，提升摩擦力；在大猩猩 Victus 玻璃后盖上增加了无数菱形小颗粒，手感细腻，握持更稳，抗指纹能力提升。NFC 位置下移，闪光灯融入镜头模组之内，镜头变厚了一丢丢，重量和厚度依然保持了索尼5代旗舰的至轻至薄。放在安卓旗舰里一对比，你就知道索尼对轻薄的执念。除了经典黑色，新增苍绿配色，绿的深沉，绿的低调。索尼连续2代的彩色配色都是这种比较深沉的色彩。上一代紫色我也很喜欢，我把手头几款绿色机型摆在一起，大家看一看更喜欢哪个绿色呢？3款配色中我最爱的，官方叫雾银，但在我的眼中，这不是单纯的白色，不是单纯的银色，也不是单纯的灰色，而是童年的颜色。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 PlayStation 初代机身的颜色呀，就是白色之中带着淡淡的灰色，同时消除反光。哇，真的是让我1秒钟就回到小学时代，在学校门口游戏机房，对吧？看着其他人花2块钱玩1个小时 PS， 然后我就站在椅子后边去观战。这款太好看了，我要把这个颜色推荐给所有人。索尼这次走心定制的手机壳，内部有一层黑色绒衬，塑料后盖上模拟了许多小锥体排列手感，底部有磁吸弹簧支架，可以实现横向摆放和竖向摆放2个姿态，侧面半镂空，降低宽度，同时保持指纹解锁敏捷性。一个小细节啊，当我们合上支架的时候，底部凸起正好是一个相机手柄，配合手机本身就有的实体快门键，组成了一台小小相机。这个手机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薄，哪怕是戴上手机壳之后，厚度才和小米13 Ultra 差不多。你会发现轻薄是索尼对手机设计的最优先级。在索尼的理念里，所有黑科技的前提是你愿意拿起手机来使用。影像依然是主攻的方向， Mark 5主镜头传感器面积是前代的1.7倍，同时首发索尼全新旗舰传感器。据说这样一个小小镜头模组可以获得媲美1英寸传感器的进光量，听起来十分性感啊。那我们当然要和1英寸传感器比比了，毕竟在这样一个体积和厚度之下，如果能实现1英寸传感器的画质，那真的是用技术扭曲现实了。先看拍照，这次 Mark 5拍照我非常喜欢，依然是非常相机的质感，对于多帧合成和锐化使用了非常克制，动态范围上略弱于1英寸传感器，但是色彩和对比度都非常棒。这张围巾，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我会更喜欢索尼多一些。复杂光线下，光源控制和1英寸传感器一样出色。当然，如果你极致放大看细节，噪点还是要略多一些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体积之下，有这样一个表现啊，我认为技术已经发挥到极限了。你真要说这么一个小相机，然后把所有1英寸传感器的手机拍照都秒杀了，那采购 IMX989的友商们都要掀桌子了呀。索尼对于多帧合成真的是克制，非常克制。大家看这2张样张对比啊，基本上就是高光有没有往下压的这个区别。但索尼为了极速拍照的体验，它就是不把时间花在多帧合成上。索尼为了高速拍照有多拼，我们之前已经讲过，8秒钟可以连续拍摄200张照片，或者2秒钟可以连续拍摄53张 HDR 的照片。女朋友再说你捕捉不到它最美瞬间，你就把手机调成高速模式，突突它。这是一张我非常喜欢的夜景照片，没有任何后期，就是拿着手机直接拍，任何人都能够拍出同样的照片。我一直说 Mark 5的颜色我非常喜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1英寸手机直出啊。我刚才说的对于高光的不压制，在这张照片上反而成了优点，就是光与影的对比会更加好看。其他焦段超广角依然发挥稳定，等效焦距16毫米，长焦依然是1颗镜头2个焦段的滑动变焦。你说索尼这个小脑瓜啊，在手机上实现滑动变焦， Mark 5上带来了全新的人像模式，主体边缘计算更精准。我用5倍焦段拍了几张人像，这个色彩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出众。环球影城妈咪，她和那个白马王子 Prince Charming 啊，应该是环球影城里我最喜欢的2个演员了。帅不帅？视频方面 ，Mark 5全新的传感器带来了3个升级。首先，传感器采用全新的一个比例，就是相同的稳定程度下，它的画面视野会更广。这一点在自拍 Vlog 的时候就非常实用。你可以在有限的手臂长度之下，尽可能获得一个脸占比比较小的画面。新增了更强一档的防抖，
你可以在画面视野依然更大的情况下获得更稳定的画面。不过我测试目前软件版本在暗光下最高等级这个防抖会出现画面重影的情况啊，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在暗光下，你就使用标准防抖。第三，极暗光环境下，画面亮度和细节大幅提升，就是在这样一个小镜头之下获得这么多提升，你就知道什么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我看报道说 ，Mark 5这次首发的这枚传感器技术会在未来逐步普及给各大厂商。我感觉手机影像领域要迎来一轮洗牌了。今年索尼手机还有一个史诗级的升级，就是功耗控制和散热能力。大家还记得去年我评测 Mark 4的时候，是首次引入了 4K 120帧视频拍摄，但是由于发热严重，只能拍摄几分钟的时间。而在 Mark 5上，索尼在轻薄手感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散热。同样拍摄 4K 视频啊，拍摄10分钟 4K 视频 ，Mark 4最高温度是43.4度，而 Mark 5最高温度是37.4度，低了足足6度。而当我们调到 4K 120帧视频拍摄10分钟的录制 ，Mark 4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47.2度，而 Mark 5最高温度是43.8度。大家别看这个温差没有刚才的大啊，对于大部分手机，为了防止用户被手机低温烫伤，46度是很多厂商设置的一个温度墙，就是一旦你超过46度，那么手机就会限制很多功能。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Mark 4好像还在录制，但是屏幕上已经出现了高温警告，关闭了自动对焦等一系列功能。而在这个时候 ，Mark 5还可以满血拍摄。新来的同学可能会问，什么是 4K 120帧啊？这个呢是索尼在上一代加入的一个旗舰功能，就是可以以每秒120张画面去记录拍摄超高速的一个记录拍摄 4K 的视频。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人眼啊只需要24帧就可以实现画面的流畅播放，所以我们可以把120帧的视频进行5倍慢动作播放。大家看，超高速的过山车一瞬而过，那这个时候我在剪辑软件里把速度调慢，你会发现时间瞬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而且最有趣的是，除了主镜头、超广角和长焦也都可以实现 4K 120帧拍摄。这是我使用长焦镜头所拍摄的画面，除了120帧，它还是 4K 分辨率，在任何一帧停顿都非常清晰。未来水世界突然从角落里飞出一架飞机，好家伙，太快了，我镜头差点都没跟上啊！一瞬之间还有点没看清楚，我直接拿出时间宝石操控时间。你要想看飞机细节，画面缩放啊，它是 4K 的呀。再看这一段，大反派身上着火，跳入水中，跳入的这个过程太快了，没问题，我让时间变慢，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把画面放大一些，演员大哥是真敬业呀，这个火才是真烧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视频的画面质感其实不太像手机拍摄的，就是电影感很强。需要说明 ，4K 120帧拍摄其实并不适合小白用户，他需要去主动捕捉生活的瞬间，需要一点点剪辑的技巧啊，但是不多啊。最重要的是热爱生活、热爱细节的心。当你把这些细节全都捕捉下来之后，时间就成为了你的工具。除了基础拍摄，索尼手机继续从一家名为索尼的相机厂商吸取了成功的经验，带来了6个和相机联动的新功能。第一个，引入6种色彩预设。现在手机摄影不都讲求个色彩风格吗？影调，对不对？这次索尼增加了6种色彩预设，我挨个测试了一遍啊，我觉得这都不如那个默认的好用啊。我觉得默认的是最好看的。我如果要是我推荐的话，我会觉得胶片和柔和高调这2个我会更喜欢一些。第二个，索尼把索尼摄影机上的色彩科学 S Cinetone 带到了 Mark 5上，号称可以带来更接近电影画面质感的肤色。这个 Cinetone 我在索尼相机上我一直就用的不好啊，我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奥义。然后我就找来了日本摄影师 Axalt 老师，使用 Xperia One Mark 5拍摄的一段小姐姐画面啊。上次我看评论区有人吐槽说，这个怎么每次周文泽的视频模特都是自拍，能不能换一个小姐姐？这次我换成小姐姐了啊，当然也是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主要还是领会精神。第三个，从索尼相机上学习了翻转屏的经验，支持通过磁力吸附，直接在手机支架背部吸附一块专用的小屏幕，然后通过一根数据线把手机屏幕内容传输到这块小外屏上，实现主镜头自拍自由啊！你可以用这个主镜头进行直播。第四个是索尼卡片相机 ZV-1上推出的产品展示，当你手上有产品展示的时候，能够急速对焦到你的产品上。好了，我现在呢是在产品展示关的状态下，然后我拿出一个。这个是我买神仙水他送的小样，然后我现在往镜头前放，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镜头并没有对准我的这个镜头小样，我上面的这个信息还是看不清楚。我把产品展示功能选择成开。好了，我现在再把这个小样往镜头前送，大家看到了吗？哎，是不是很清晰啊？是不是很清晰？拿下来，迅速它的对焦就回到我的脸上，放到前去。
迅速就过来，而且就对于这种小产品，上边的各种字体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晰。第5个。新增指向型麦克风，索尼在摄像头模组上新增加了一枚指向型的麦克风，录制视频的时候可以选择360度全方位收声，也可以选择指向收音，去降低环境声对你的干扰。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在一个比较嘈杂的路口，然后现在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环绕声，这是有立体的整个环境的一个声音，就是你能从现在这个整个一个立体声场去听到这个环境的声音。好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只有指向型的这个后置麦克风来录制我的声音。然后我现在呢吃一片薯片，大家听一下，能听到吗？这个挺好吃的。第6个，通过外接一台索尼相机可以实现直接通过相机拍摄视频录制到手机里，你可以理解为给你的索尼手机增加了一个超级外接镜头，就是直接是一台全画幅的相机，然后录制视频直接录制到你的手机里，整个过程你甚至不需要存储卡，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把这个视频在微博啊或者抖音啊上边来进行传输，来进行发布。以上就是这次 Mark 5的影像部分升级。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屏幕，和前代相同的，依然配备了一块 4K 120赫兹 OLED 的屏幕，哇，这个参数还是很猛啊！它的比例呢会很长，但是宽度比 iPhone 14 Pro 还要更窄。其实配合单手模式，拇指是可以完整覆盖整个屏幕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所以索尼手机其实应该属于很多用户更喜欢的小屏手机或者说中型手机。这块修长的屏幕看16:9视频的时候，这个两侧黑边就会比其他手机更多，而看21:9电影的时候，则会满屏显示，没有一丝丝空间浪费啊！就是你抱着一块电影屏幕在观看。配合一家同样名为索尼的电视厂商调教算法之下的 X1 for Mobile 芯片加持与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接口，索尼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提供最棒的体验，尤其是大家看另一家名为索尼的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游戏方面，除了芯片升级到8+2，强化散热加持，还有2个小改变，一个是游戏增程器可以实时查看设备状态，一个是增加了实体快门键快速截图。另外，我终于拿到了索尼这款超级散热手柄啊！我第一次体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手感上呢是有一点点弹性的硬质塑料，然后它的一侧是可以拉开的，把手机侧推进去连接这个 USB-C 接口，另一侧推回卡住。因为弧线厚度会增加嘛，所以手感握持会更加稳定。下方呢有4个接口，分别是 USB-C 接口用来充电，以太网接口直连网络，防止无线网不稳定 ，HDMI 接口最高直接输出120帧游戏直播画面，还有一个索尼的坚持，索尼的倔强，3.5毫米耳机接口。手柄可以通过 USB-C 数据线来供电，也可以由手机独立供电。和其他冰霜背夹不同，索尼是通过在手机和背夹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狭窄空间，利用峡谷效应，在这个空间之内实现高速的空气对流啊。临床上呢称之为穿堂风啊。较中间的是6600，再往上7500、8400、9300，有这么几个档。最后还有3个软件上的升级，我想聊一聊啊。第一个就是这次这款手机终于支持换机助手了，安卓手机可以一键传输所有资料。iPhone 可以一键传输通讯录啊、名片啊、短信这些资料。这个其他安卓品牌手机看到这儿看愣了，说哈，他刚才说是什么支持一键换机？第二个升级是浏览器回归纯净，从之前的国产浏览器资讯融合风格回归到干干净净一个搜索框。其他用户说第2个升级是什么？第3个升级，负一屏支持彻底关闭纵览，也就是彻底关闭负一屏，让 Mark 5没有负一屏这个东西。其他用户彻底看傻了，就升级还能这么升的吗？索尼给我的反馈是，对于购买索尼手机的粉丝，他们的需求就是最还原安卓原生、简单纯净的一款手机。所以这次软件升级其实是索尼倾听了这些用户的声音，并且为他们打造的一款产品。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款手机，索尼 Xperia One 系列。我连着5代测试下来的一个感受，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 Pro、Plus、Ultra 作为后缀的旗舰机，可能也是唯一一个5代旗舰机外观不怎么改变的产品系列。大家都知道索尼现在是小众机型，索尼自己也知道，但这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小众产品。Xperia One 系列就是非常有趣而独特的存在。我在和索尼沟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是一款给索尼粉丝打造的产品。我想这可能有一点点像我们所说的高山流水。当你并不了解这种体验的时候，你觉得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但对于索尼和他所面对的用户群体，他们就是彼此的世界。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